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在西川会前夕，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哦。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西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啊。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市。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市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西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啊，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核的安市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哦。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市，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认为安市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市的前执行长张学正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市，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市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市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哦。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哦，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哦，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哦。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啊，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市这个事情哦，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市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哦。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市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安市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市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哦，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安市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
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哦，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啊，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嘞，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占1%喽，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啊，这个谁喊的，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这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啊，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那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啊，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的，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个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啊，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啊，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呢，中荷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什么杀什么鸡要惊什么猴呢？就是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啊，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啊，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空起来，航空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啊，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啊。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啊，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托哥尔摩，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的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就理都没有理你，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让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
啊，那个文态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啊，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啊，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啊，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了啊！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啊，安置出口啊。用人民币计价啊，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啊，但是这个安氏的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是啊，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18米啊，现在是，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啊，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哈，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啊？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供应法，对不对？你认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视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那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会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啊、BMW 啊、福斯啊。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氏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啊，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氏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